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人生有很多时刻都会面临现实的残酷，即使我们尽全力去积极的生活，也会感受到痛苦和挫折。面对挫折、失败、病痛以及与亲人的分离等逆境，我们可能会陷入命运不公，为什么我总会遇到不好的事情等消极情绪中。本次介绍的书籍作者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作为多摩大学大学院的名誉教授，作者撰写了许多畅销书。然而，在他30多岁时，突然患上了无法治愈的疾病，面临着死亡的恐惧。他每天都生活在深深的绝望和痛苦之中，被负面想法层层的包裹着。后来，作者通过与一位良师的相遇，师傅教给了他一个办法，这个办法可以把恐惧、担心这些消极的负面想法全部根除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他开始了要全力以赴地活在当下，一切都有意义。我们都在被引导着的决心，人生开始了巨大的转变。从那一刻起，奇妙的引导以直觉的形式出现，无论是做企业、演讲、写作，都顺风顺水。通过奇妙的共振现象，生活开始向着超乎想象的方向不断展开，甚至很难治愈的疾病也奇迹般的康复了。作者说道，如果你现在正处于逆境之中，只要怀着一种一切皆可被引导的决心，神奇的力量就会涌现。虽然他不是宗教人士，也不是心理学专家，但随之而来的是看似奇迹般的不可思议事件。为什么一切皆可被引导这句话会蕴含如此巨大的力量呢？实际上，即使看似是运气好坏的偶然，其中也蕴含着很多不解秘密。今天，我想解开这个秘密。你相信运气吗？如果你正身处逆境之中，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。而对于想要改善自己的运气或提升直觉力的人来说，这也是非常有益的内容。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最后，也别忘记及时订阅我的频道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不仅会经历顺利的时期，也会有不如意的时候。也许在观看这个视频的你，此刻正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。当你遇到逆境时，你是如何面对的呢？作者说，我们的人生不全都是一帆风顺的，各种逆境也都在其中。他认为一切都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所引导着，通过学习相信和决心的能力，克服逆境的力量便会涌现出来，从而实现超乎想象的结果。我将按照4个要点介绍这本书：一、给予克服逆境力量的决心；二、为什么祈祷请引导我会激发直觉；三、什么样的人能够吸引好运；四、当你决定活在当下时，疾病会消失。接下来我会依次介绍这4个要点。一、给予克服逆境力量的决心。当我们经历符合自己期望和愿望的事情时，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受到引导的，是幸运的。但当与自己的期望和愿望相悖的事情发生时，我们会怀疑自己是否受到了引导，是否是不幸的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起初觉得事情偏离了自己的期望，但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却觉得这样也挺好。事实上，大多数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。作者说，当发生表面上看起来不幸的事情时，我们需要拥有思考力、觉察力及解释力，这是改变人生的关键。同样的事件，根据不同的解释方式，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也会大不相同。比如，有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在海外发生交通事故的人的经历。这个人在海外出差时骑自行车，由于一时的疏忽导致严重事故，幸运地保住了性命，但却失去了左腿。醒来后，他为自己一时的失误而难过沮丧，从此变得消沉抑郁。然而，当他的妻子从日本赶来时，走进病房抱住他时，对他说：“幸亏没有生命危险，你还活着，右腿也还在。”等积极的话语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的幸福与不幸并不在于发生了什么，而在于我们如何解释所发生的事情。这不仅仅是看待事情的积极方面，而是相信一切都有意义，相信一切都在被引导的维度，引导着我们向积极的方向发展。当我们能够肯定生活中的一切，并坚信一切都是被引导的，内心深处就会涌现出奇妙的力量和智慧，开始发生看似奇迹般的事情。实际上，
作者自己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当时他担任新业务计划负责人，一项即将启动的项目突然因合作伙伴公司的原因濒临崩溃。尽管已经有近20家公司参与，并且筹备了数亿元的预算，内部审批也已通过，项目即将启动，但由于合作伙伴公司的突然变故，项目几乎无法完成。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，在2名部下面前，作者陷入了茫然的情绪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告知事态。最终，作者祈祷着思考该如何做。他向神祈求，当一切道路都被堵死时，请引导我。他闭上眼睛，默默地祈祷着，希望能够得到指引，告诉这2个人该说些什么。突然间，他心底传来了一股奇妙的声音：恭喜你们，面临了艰难的考验。这样的考验并不经常遇到，即使在如此糟糕的情况下，也要恭喜你们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这时，作者强烈感觉到，他不希望部下们将这种情况视为不幸的事件。在考虑如何处理投诉的麻烦事情时，他感到头痛，但他并不希望部下们陷入悲观的情绪中。作者希望部下们不要被情绪左右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件，无论陷入何种逆境，都能积极面对，将其视为绝佳的成长机会。因此，作者决定不将这种情况解释为不幸，而是解释为可以成长的机会。他认为在人生中，成功并不是必然的，尽管我们可能竭尽全力，但仍会失败。然而，成长是人生中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无论遭遇什么逆境，无论失败多少次，无论输给了多少竞争对手，我们都可以将这些逆境和失败视为自己成长的食粮，滋养我们的内心，使其变得更强大。作者告诉部下们，这是一个绝佳的成长机会。起初，部下们可能会感到惊讶不解，但随后他们的表情开始改变。作者和部下们决定将这次逆境视为成长的机会，全力以赴。作者认为，虽然这是一个绝佳的成长机会，但他自己却认为这个项目本身会失败。然而，奇迹却发生了，在最后关头，局势逆转，项目不仅没有失败，反而顺利进行了下去。这是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。作者相信自己的人生是被某种伟大的力量引导的。他认为人生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有深刻的意义。通过坚定这一觉悟，奇迹般的解释力从内心深处涌现出来。他说，这种解释力正是我们克服逆境的力量，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引导着我们的人生。接下来是第2个问题，为什么祈祷会引发直觉呢？正如刚才介绍的那样，当作者面临问题并想知道该怎么办时，他习惯在心中静静地祈祷。当他祈祷请引导我时，不可思议的是，直觉就会闪现。那么，为什么祈祷会引发直觉呢？本书中介绍了羽生善治先生的一个有趣故事。在一次比赛中，尽管已经有了开始的信号，但羽生先生闭着眼睛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当时间过去时，当掌声在控制室里响起时，羽生先生才睁开眼睛，终于出手。当被问及这件事时，羽生先生回答说，他正在等待宁静到来的时刻。因此，羽生先生等待着内心的宁静。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真理，即在重要的竞争时刻或重要的决定时刻，深刻的直觉是必不可少的。而要让深刻的直觉发挥作用，就需要内心的宁静。为了让直觉闪现，心灵必须保持宁静。那么，心灵的宁静又是什么呢？这指的是心中没有一丝杂音的状态。当我们祈祷将一切交托给上天时，心中就会变得空无一物。在这个时候，直觉就会闪现。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？在拼命思考如何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反而会陷入困境。但是，一旦暂时抛开那个问题，休息一下，睡个觉，专心做其他事情，或者沉浸在某种娱乐活动中时，突然间就想到了解决办法。作者说，当心灵不受自我控制时，而是处于空无的状态下，灵感就会涌现出来。祈祷，这也意味着将一切交托给伟大的力量，让天空回答我们的问题。在这时，我们会超越自我的限制，通过直觉和预感得到启示，
接下来是第3点，什么样的人运气好？相信着某种伟大的力量正在培育着自己，不受自我控制，不责备任何人，尽力前行时，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获得突破困境的力量，即所谓的同步性形式出现。作为结果，好运似乎也被吸引过来。我想再介绍一则有趣的故事。曾经，一位研究人员对成功者进行了调查，这些成功者被认为是完成出色工作的人。他们阅读了许多这些成功者写的自传和回忆录，然后调查了其中最常使用的词语是什么。大家能猜到吗？努力、信念还是坚持呢？结果令人惊讶，调查发现，最常被使用的词语竟然是偶然。这意味着，在人生的重要分岔路口，成功人士往往会遇到神奇的偶然和巧合。那么，是什么力量吸引了这种神奇的偶然性呢？也就是所谓的同步性。作者认为，这是感知意义的力量，在看似偶然的事件中，寻找到重要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成功人士擅长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意义的能力，因此会经历同步性。这同样也意味着，通过培养自己感知意义的能力，我们也能自然而然地吸引好运。我读到这个故事时，想起了松下幸之助先生。他在面试结束时经常问：“你认为自己运气好吗？”据说提出问题的人，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很幸运，所以才会拥有面对一切并接受一切的勇气和力量。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·怀斯曼博士也研究过好运与坏运，得出结论称，自认为幸运的人往往运气更好。这些幸运的人擅长发现机遇，或主动创造机会。他们能够凭直觉做出能够带来好运的决定，把不幸视为偶然，在其中寻找意义。虽然看似微不足道，但这种态度的差异对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。这一点让我深有感触。第4个故事，当他决定全力以赴生活当下时，病痛就消失了。最后，我要分享一件奇怪的事件，也是作者写作本书的契机。正如开头所提到的，作者曾罹患重病，医生曾宣布他的生命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他一度感到这样的事情是多么理所当然，同时又感到困惑。然而，当他在夜晚的走廊上思索着禅师的话语时，突然间他明白了那句话的含义，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灵。人生只有一次，即使是在生命尽头，也不能放弃活着的权利。他意识到自己过去一直在陷入对病痛的后悔和对未来的不安之中，却没有真正活在当下，没有珍惜每一天。这时，作者心中又想起了另一句话：过去已经不存在，未来尚未发生，唯一存在的是永恒的现在。活在当下，充分体验当下，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些事情上。作者意识到自己从此刻起，生命发生了改变。他下定决心，无论明天是生是死，都无所谓，因为人生中有一死，生命是上天赋予的。他绝不能因为这种疾病而浪费当下的每一天，他要充分利用今天这一天，尽情的生活，下定决心活在当下，并充满决心地度过每一刻。于是奇迹发生了，而这股力量似乎战胜了疾病，使其渐渐消退。当然，并不是突然间就消失了，疾病的症状持续了10年之久，但起初的懊悔、焦虑和恐惧已经不再存在，而身体的不适也逐渐减轻。尽管肩负重任，但每天都全力以赴地从事自认为是自己使命的工作，从内心深处涌出了生命的力量。不仅如此，直觉判断能力也变得敏锐起来，开始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吸引运气。他说，这些想法和概念似乎是从内心深处涌现而出，就像是被引导一样。他说，每个人都是被引导的，只要相信并全力以赴生活，不被自我所困扰，就一定能从内心深处获得启示。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
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